各位漂亮的美眉们，每个月都来报道的好朋友，让你不舒服、不想吃，没办法工作，心情上上下下，像极了爱情。来，我有好办法，赶快分享。根据月经周期安排瘦身计划，减肥不卡关，轻松瘦。胡乃文开讲喽！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来，今天给大家介绍：第一，生理期黄金瘦身法则；第二，3个穴位快速解经痛。根据月经周期安排瘦身计划，减肥不卡关，轻松瘦。好，我们来开始看看。月经前期的话呢，要抑制食欲，怕吃进太多热量，这段时间觉得烦躁，很想吃东西。为了不让自己吃的太多，可以吃高纤维、低热量的食物。当然，这是现代医学都讲高纤维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排泄嘛，低热量呢就不会变成为这个脂肪等等的负担嘛，是不是？像是什么东西比较好呢？黑木耳啊、白木耳啊、海带呀，还有菇类、豆腐等等，这些食物里头胶质也比较多一点，而且吃起来比较容易饱。瘦身茶饮黑木耳露，这也教给你怎么做啊？用干的黑木耳、红枣、枸杞、生姜片、甘草这几样一起来煮。木耳能够使你身体把这个钙留住，因为它含有胶质，会使你的骨头变得强健，肌肉紧实，穿衣服会变得比较好看一点，而且还能够排便顺畅。不但能够瘦，而且还能够雕塑身体的线条。假如你的工作忙，没有时间煮啊，我看到在百货公司美食区呢，有在卖这种黑木耳露，很方便的哦。那生理周期，因为在这个时期，身体的任务就是为了让你的身体能够顺利的排出经血，因为经血没办法排干净的话，会影响了身体的代谢，代谢变差，身体就容易发胖，容易变成了有子宫方面的病变，注意哦。所以要多补充能够消肿活血，帮助子宫收缩的食物，例如黑豆、红豆、红凤菜等等。红凤菜啊，也就是一种红叶子的植物啊，炒起来吃也蛮好吃，叫做红凤菜。那么烹煮食物的时候，可以加上利水消肿的生姜啦，生姜也要带皮啊，生姜带了皮才有利水的作用啊。那么就消肿的生姜，或者加上能够帮助子宫收缩的麻油都很好。再来呢，就讲到瘦身茶饮。红豆水，煮这个红豆水啊，怎么煮呢？其实很重要。把这个红豆啊放到水里头，然后呢，煮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红豆煮到刚刚要破而还没有破的时候，就喝那个水，那个水叫做红豆水，它能够利水的效果相当的好。各位先生老公，你想过好日子吗？如果你的另一半每一次在月经来的时候，觉得全身肿肿的，不想动，你可以带他去做脚踝 pump 运动。脚踝 pump 运动是怎么样做呢？跟我一起这样做，这样运动就可以了。学会了以后啊，可以消除你老婆身体的水肿，甚至也可以交给你的妈妈啦，或者长辈啊，也能够用这个方法，可以伸展，使得阿嬷的身体啊、脚啊等等变得比较有力。这样子做，第一个抬高双脚，这样子做着，脚底板伸直。两脚底板呢，一个上抬，一个下压，就这样做啊，交替进行，持续5到10分钟，可以让小腿的肌肉交替的收缩，把堆积的水分呢推回到身体上面来，就可以帮助身体的水肿消除，达到瘦身效果。再来看月经结束期，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呢，叫做减重的黄金期。这个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少吃高热量，要补充铁质。这个时候精神和体力最好，而且不容易水肿，可以加强运动的强度。建议的运动就是第一，10分钟快走暖身，来做5分钟的舒展和拉筋。舒展、拉筋都可以使得你这个钙质不流失，
因此呢，就不会得所谓的骨质疏松这种毛病。很多人到了4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担心这件事情啊，尤其是到了更年期前后更怕啊。所以呢，你平时就已经做了伸展拉筋，甚至于呢还让人做一下子这个按摩呀，这样子的小腿肌肉就不会变硬，而不担心变成金刚芭比。瘦身茶饮决明子普洱茶。决明子普洱茶可以消脂肪，可以帮助排泄。决明子3公克，这个普洱茶3公克，用水1000 CC 泡着喝就行了。那决明子呢，大部分的药房你去买都是炒好了的决明子，它都给你炒得黑黑的。但是我建议啊，这个决明子啊，你不要让它炒得很黑，你跟他讲半炒。什么叫半炒呢？炒到不要太黑的那个样子，那么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有消脂肪的效果比较好，帮助排泄的效果比较好。月经后呢，才是真正的黄金减肥期啊。很多粉丝美眉们问我，她月经来的时候第1天啊，超级痛，半夜痛到睡不着，起床后全身酸痛、背痛，要怎么办？怎么止痛？告诉你3个穴位就可以快速解经痛。三阴交、血海、太冲。三阴交在哪个地方呢？三阴交是在脚内踝往上3寸。3寸的意思就是手啊4个指头的这个长度，在内踝往上4个指头的高度，那个地方叫做三阴交。血海是在膝盖内侧啊，往上一点这里，那叫做血海穴。然后呢，就是太冲穴，太冲穴是在就是脚上面的大指跟2指之间，那个小丫丫上那个穴呢叫做行间穴，行间穴再往上1寸啊，就是1个拇指寸那么长的地方，就叫做太冲穴。这几个穴呢，它有什么作用啊？三阴交听名字就知道了，是三阴经的交汇的位置。三阴经就是肝脾肾三阴啊，三阴经。这三阴经呢，它交汇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再往上走。它的作用啊，大概说起来跟脑里面的一个结构叫做脑下垂体和下视丘有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它管的都是有关内分泌，叫做荷尔蒙系统这个部分。再来呢，血海穴，听名字就知道，血海跟女性的这个月经一定有关系。其实呢，它跟所有的血里头的一切物质、一切循环都有关系。所以血海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跟血有关系的一个海，所以呢它就有清血啊，能够让血浊的状况改善。另外呢，再来太冲穴。太冲穴是肝经的穴道，我们中医的想法，肝是跟生殖泌尿有关，所以呢和小腹所有的病都有关。所以因此这3个穴道，只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拿吹风机吹一吹，这3个穴道呢，你只要给它按压按压，那么就可以改善了你这个经痛。再来呢，我跟大家谈一谈，我还记得在30年前，我在台北的这个市中心，在那里呢教中医跟针灸学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很迷于一种针灸的方法，叫头皮针。当时啊，我那个班上的这个班主任是一个女孩子，大概当时也只是30多岁的样子。每一次她的经期来了，都疼痛得不得了。那个时候他就问我怎么办，我说很简单，我给你扎个头皮针就好，就头皮啊，这个针啊就在他的百会穴的前方一点，也就是百会跟上心之间，离百会穴比较近一点的这个位置呢，给他扎了1针，只扎1针好了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地方跟下身啊，跟肚子下方有关系，所以呢，我就给他这样做。可是你不会扎针怎么办？那我说，哎，用敲一敲可不可以？
敲有的人小孩子的头，例如说才10几岁的女孩子，那这个头骨啊还很脆弱，不能随便敲它啊。就教你一招，用吹风机来吹一吹。就吹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吹百会穴跟上心穴之间，离百会穴比较近的这个位置，用热风啊这样吹一吹就可以改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招，就是现在人太方便了，是到这个百货店啊，就可以买到那个叫做暖包，你就拿这个暖包呢放在这上面来温一温也可以。可是假如说你刚好又没有吹风机，又没有暖包，有没有办法？也有办法，正好疼痛的不得了，你可以拿你的手啊搓热了，来放在这个位置来温一温，也能够改善哦。注意，有许多女生啊，会习惯的将暖包放在肚子上，其实这是可以缓解子宫的寒而痛。可是呢，你放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冒一个危险。什么危险呢？就是因为暖包放的位置大概就是在子宫前面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称之为关元穴这个地方。可是关元穴你知道吗？这关元穴往上1寸有一个穴叫做石门穴。古时候的书里头就讲啊，假如石门穴被针被灸，不幸很可能会让人终身不孕，所以还是要小心的。古时候的人认为啊，医生存在的意义是让人不生病，就所谓的上工治未病。那现代的人呢，医生都变成就是只能替人治病的了，就有点像古时候的讲的中工治已病啊。那么注意咯，我一说讲的都爱听哦，就是讲哪里讲，你爱安怎做，我都不法度啊。许多女性天天喝手摇冷饮，常吃生菜沙拉，或者是久坐不运动。年轻的时候身体都没事儿，可是等到年纪稍微大一点了，30几岁以后就开始月经不规则、痛经、手脚冰冷等等等等都来了。所以手摇饮料或者手摇冰之类的东西，本来你是天天喝，我教给你，你开始改。如果你的习惯没办法一下子改掉的话，教你改一改，改成周休2日，好，就是1个礼拜啊2天停止喝这个，那么渐渐的就可以习惯到1周只喝个3天啦，慢慢的减少，这样子呢，痛经不但不会找上门，并且冰品引起的皮肤的毛病也可以改善，因此呢，皮肤还可以变好哦。方法很简单，贵在实践，只要挑一样来做，就会感受到实际效果。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假如喜欢的话，请你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。另外，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